大家好，我是小齐。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沙漠玫瑰哈。因为好多花友最近一直在问，你也不去说沙漠玫瑰了。沙漠玫瑰在春季是开花的季节，应该怎么施肥啊？应该怎么去养护呢？我这几棵沙漠玫瑰除了那2颗小的还没有花苞啊，这2颗大的都已经出来花苞了啊。包括这些枝条都已经长了很长了啊。当时去年开花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开的，还不是很长。然后现在长了大约10公分多了，然后又长出花来了。我一直没有舍得剪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它开完花以后，我再剪下来，然后把枝条再嫁接到我买的那4颗小的沙漠玫瑰上面啊，这样就能够教大家嫁接。现在它在开花，嫁接就有点太浪费了啊，浪费枝条啊。无论你养的沙漠玫瑰现在开没开花，要做的施肥方法很简单哈，就是有效的促花。怎么促花呢？磷钾肥料必不可少。您可以用磷酸二氢钾，也可以用花多多的2号啊。磷酸二氢钾是单纯的磷钾肥料，现在给它用是最合适的。你加上磷酸二氢钾，再给它加点钙镁肥料，能够补充一下微量元素，让它开花开的时间长，颜色会深一些哈。这2种肥料搭配着去给它用上啊，就是有效的促花。1个月啊，盆土干得快的话，给它3到4次就可以了。把它放到光照最充足的地方去，这样才能够让它的花彻底的开起来哈。浇水的原则就是盆土干透给它浇透哈，盆土没有干不要去给它浇水，容易造成烂根的情况。家庭养沙漠玫瑰很容易烂根，就是因为我们的盆土没有彻底的干，然后接着给它浇水。它的根在底部是盘着长的，如果底部有水分的话，你再去浇，长时间底部的根烂了，逐渐的就烂到整个球、整个块根烂了以后，彻底的就完蛋了。所以说，盆土干透了，给它浇水，浇水的时候加上点磷酸二氢钾，加上点钙镁肥料，就能够促进它快速的把花苞长出来。然后呢，盆土的表面我们可以适当的撒点奥氯的缓释肥料。奥氯 A2的也是促进开花的啊，这个能顶2个月的时间，2个月加1次就行了。每次浇水的时候有一定的养分供应到盆土里边，缓释肥料是缓慢释放的哈，肥劲儿很小，所以说不要害怕，只要定期的给它放上就行了啊。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说一说，如果您的沙漠玫瑰没有开花的话，就要去给它施肥了，把它放到光照充足的地方去。再一个，盆土别缺少水分哈。小齐的肥料用的什么牌子，你们可以不去用，只是小齐说的磷酸二氢钾，包括钙镁肥料是要用到的，是要拿来给大家说的哈。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好，我是小齐，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沙漠玫瑰。沙漠玫瑰一直没给大家说了，因为小齐这棚里的花卉太多了，什么品种也有。小齐养的品种多，大部分是养着玩的，然后呢，当然为了赚钱也会养上自己出售的品种比如说黑法师之类的，这些东西价格比较贵，小齐就会拿着卖给识货的花友，卖给那些知道怎么处理的花友。沙漠玫瑰呢小齐养的这几棵当时也给大家修剪过的这些也是都出来花苞了。这棵小的当时修剪了也是10升的苗子你看现在顶部的花苞都长出来了，非常的简单。这一棵大的当时是没舍得修剪，你看枝条越长越长现在底部叶片已经没有了，但是上部的枝条长长了以后从顶部开花，这是沙漠玫瑰的一个特性，因为它都是从枝条的顶部去长出花苞来开花的。你去打顶了以后，它长出足够的多的特枝来，特枝长到一定高度它就会开花。所以说沙漠玫瑰要修剪吗？肯定要修剪，你不修剪它很难开花我这棵沙漠玫瑰冬季的时候就没有收因为这个我是用这种高盆种的。高盆种的呢，入秋就是快要进入冬季的时候，我直接给它浇了1次透水。它底部的土壤是一直有一定湿度的，这样能够保质它有时候微微的湿度，然后保证它不出现瘦的情况但是我这一棵呢是用矮盆在种的，到冬天的时候叶片全部落了整个植株有点打蔫了。春季的时候我以为养的不好了，不能开花了，但是呢它已经长出花苞来开花了。不过它的底部的叶片都落干净了，只剩下顶部的叶片非常的难看，到时候再去给它修剪一下，正好拿着这个枝条来嫁接到我的那几个10升苗子上，也是非常不错的。到时候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嫁接养沙漠玫瑰这个季节是它开花的季节，在培土疏通透气的前提下，盆土表干下去，就是干到一半的时候再给它浇透水就行了，不要等它彻底干了。彻底干了，它的我配土疏通透气
一干，它的毛细根就会受损。所以说，生长的季节保持良好的通风，盆土干到一半，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再一个就是定期的给它施肥了。我这些盆土的表面一直给它搭着奥绿的缓释肥料，缓释肥料我选择用奥绿 A2的，就是促进它开花的。然后呢，定期去给它浇灌什么呢？浇灌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一般情况下最少要给它2次，能够有效的促进它快速的开花。这个季节它一直往外长花苞，一直往外长花苞，磷酸二氢钾一定不能缺少了哈。如果说您的植株到了春季不恢复的话，可以适当的在盆土里边给它埋点这种微生物，就是菌肥料，也就是有机肥料，然后促进它根系的吸收，非常的简单。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一定要通风，一定要配土好，再一个见充足的光照。补充磷钾肥料，它就能够在现在这个季节一直开到快要入秋的时候啊。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如果想看更多的养花视频，麻烦关注一下小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齐今天呢不给大家说别的了，说一下那个愈合剂这种愈合剂是什么性质的呢？比如说我面前的这盆红枫，然后呢它的枝条我秋季的时候给它修剪过，修剪了以后呢，它上边枝条就会出现干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涂抹上愈合剂的话，它就不会往下干了，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棵是三角梅的枝条，这个枝条的叶间距是非常长的，就是一个叶片和一个叶片之间的距离非常的长。它修剪完成以后，它会从它的芽点上去萌发新芽，去生长或者是去开花。您修剪完了，上边带着没有芽点的地方，它不生长，它就会逐渐的往下干回去如果防止这种情况呢，只有去给它用愈合剂，因为它这个没有芽点，它是到了芽点的地方就会干到芽点的地方，它这个出来芽了以后，它自己就会停止，这上边干的就带着一个干的枝条，会非常的难看。如果说你想看一个颜色嫩绿的比较新鲜的枝条在上边的话，可以提前去给它涂抹上愈合剂，去防治一下，就防止它出现回抽的情况。这个用在比较粗的，就像我手里拿的这颗这么粗的三角梅，要去扦插的话，剪下来以后剪成一段一段的，顶部给它涂抹上愈合剂，容易就是让它去尽少的去流失水分，快速的去帮助它去快速的去长根。如果说你剪成一段一段的去扦插的话，这么粗的枝条，它消耗养分的速度非常快，太阳一晒，水分跑得太快了，底下还没有长根，它的枝条逐渐的就会往回干回去今天就是给大家说一下愈合剂，因为这个愈合剂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伤口去流水，防止伤口去干回去。一般在大田里种的话，他们去嫁接或者是去修剪大树的枝条的时候，可以去涂抹上油漆之类的，也是一种作用，就是这个油漆能够它里边是含有那个汽油的，汽油在空气中快速的挥发掉，然后它的一层油漆的膜就把它那个伤口给包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在家里修剪小的盆景的话，修剪小的盆栽的话，木本植物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它用指甲油，也就是抹指甲的那种油，然后呢涂抹上以后能够快速的干，然后快速的把伤口包裹起来，也是可以用的。根据您的选择去使用就行了。修剪完成了，特别是之间接间距过长的，修剪完及时的给它抹一下，防止它的伤口出现回抽的情况就可以了。小齐啰嗦的比较多，但是呢具体的情况希望您能听明白。不知道怎么去给大家解释，但是大体的意思是这样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好，我是小齐这是我去年秋天的时候栽种的芍药，当时从花友手里买的，人家分株的一个小苗买的就是图便宜。说实话，因为这些东西吧，栽到花盆里以后长得就不如栽到地上什么季节是种芍药最佳的季节呢？就是秋季了当然，你春季去买回来栽上，它能够生长，但是开花会影响的你让它在冬季，然后在土里去，经过一冬天的时间，它会直接长出芽子来，然后开花。芍药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它刚长出来的枝条是非常瘦弱的，然后长到10公分左右了它接着就会出来花苞但是出来花苞以后，就会有一段时间的不生长的阶段。有好多花友就会觉得，我的芍药是不是僵苗了？其实不然它是在把这个杆子逐渐的变粗，然后把杆子变粗了以后，它会把花苞逐渐的长大，然后开放不要着急。有的花友着急，就会把盆倒出来看一下根系感觉芍药没有多少根，因为芍药的根系不是很发达所以说我们盆栽的时候要少浇水，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它烂根了或者是僵苗了，其实是它在长枝条，把枝条去
变粗，然后把花苞变大的一个过程啊。这期间我们只需要补充肥料就行了啊。肥料盆土表面给它撒上奥氯的缓释肥料啊，用多元素的就可以了，直接撒到盆土表面啊。盆土干透的时候，快要干透的时候，直接给它浇透水。春季生长开花的季节，不要浇水太勤，容易造成烂根的情况啊。当然了，您可以适当的加点生根液进去，可以促进它快速的长根啊。这是养芍药的一个方法，就是施肥跟要浇水跟上就行了。平常土干了，然后1个月它的花苞带着1个月去给它用3到4次的磷酸二氢钾补充，促进它快速的把花苞长起来啊。在养护的过程中，有的花友会用到矮壮素或者是多效唑。多效唑不建议您用哈，用了以后会导致它的植株不长，导致它僵苗。因为多效唑里边的矮壮素促进矮化的成分是非常多的，它的激素含量非常的高。我为什么不去说，只去拿着这个矮壮素去说，不去说多效唑的，就是因为它的里边激素成分非常的多，造成植株不长。有的黑法师他们就会大面积的去喷这个东西，造成它不长，叶片变肥厚，而且整个植株变成了另外一个品种，也就他们所说的黑森林，就是用多效唑所造成的啊。矮壮素能够促进矮化，但是不是很明显，不影响它生长。但是你用到多效唑的以后，就会导致您的芍药不生长啊。这个我跟好多花友都说过，因为它就是用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了。今天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芍药现在的状态，以及怎么去施肥，盆土表面撒上缓释肥料，然后定期给它用磷酸二氢钾就行了。等开花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再做视频。开完花以后也有后续，这就是我的一盆，到时候给大家持续做视频。今天就到这里吧。